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高恩主要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的内容。这一期呢，我们先了解疫苗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再简要认识疫苗的大致种类和开发步骤，最后了解下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在疫苗角度有什么样的思路，以及部分 WHO 公示的日常提醒。各位朋友留下你的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支持下高恩。疫苗如何发挥其作用？还是先问个问题，留言你手臂上的伤疤还在吗？又是什么疫苗呢？结尾给大家解密。简单的说，疫苗是用细菌、病毒、肿瘤细胞等制成的一种可以让个体产生特异性免疫的制剂，通过疫苗接种让个体获得免疫力。在本期内容中，个体特指人体。人类从原始人现代，一切都是从无到有，没有先进医疗的时代，人类能依靠的只有自身。按照进化论来解释，就是环境的变化让人类不断进化得以适应，所以作为这部分依靠自身挺过疾病的人类后裔，遗传接受到了这部分人体自愈能力。人类拥有的皮肤、棉叶、纤毛都在时刻维护我们的身体运行，防御病原体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不过总有强大的病原体突破进入人体，这时候人体会启动第二道防线，针对性的产生抗体。每种病原体呢，都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通常是特定病原体及其引起的疾病所特有的。病原体中导致抗体形成的部分被称为抗原。针对病原体的抗原产生的抗体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产生抗体后，抗体消灭病原体，同时人体会产生记忆细胞，也就是说，人体下次感染此病原体或极其相似的兄弟病原体，会迅速产生抗体进行对抗。我们可以想象下这样一个过程类比：新敌人攻破最外围，攻势入侵，士兵和统帅对他们都不了解，只能不断尝试组合兵种，演化战术，伤亡也较大，直到组合出最优的克敌军队，打败敌军，军队回归各自原有兵种岗位训练。但是统帅记住这波敌人了，相同的敌人再来攻打，统帅一声调令，组合兵种，迅速集结抗敌。了解了这些，我们可以发现，重点就是病原体第一次进入人体后，到抗体产生的这段时间，人体会产生疾病，而人类为了更大限度、更安全的将抗体利用起来，才有了疫苗。疫苗包含特定生物体的弱化或灭活部分抗原，尽管是弱化的，还是能让人体产生抗体和记忆细胞，同时又不会生病，这也是有些疫苗需要几次接种的原因。疫苗的机制更直白的说，就是人为的让个体针对某一类病原体不生病的同时产生自然的免疫反应。在刚才军队类比过程中，疫苗就像是一次次的军事演习，以周围已知敌国为分析模板，增加经验的同时又零伤亡。即便有特殊情况，小概率人群因为过敏或部分基础病的人群无法接种，但他们生活在大部分已接种疫苗的环境中，接触到病原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就能得到保护。这就是大家说的群体免疫。疫苗大致种类和开发步骤。疫苗一般可以分为传统疫苗和新式疫苗两大类。传统疫苗包括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类毒素疫苗、次单元疫苗。新式疫苗包括结合疫苗、基因重组载体疫苗、DNA 疫苗。一般会先进行动物实验阶段，筛选出能够引发免疫反应的疫苗，然后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临床试验阶段可以分为3个步骤：少数志愿者首次接种试验阶段评估安全性，数百名志愿者接种疫苗试验阶段对照评估变化，上规模的试验阶段评估免疫成效，这之后最后才会上市，但仍然进行不断改善。COVID-19 疫苗的开发种类。世界卫生组织 WHO 信息公示显示，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已获得一些国家监管机构的授权使用，而加上正在研发的其他 COVID-19 疫苗，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灭活或减毒疫苗，使用以灭活或弱化的病毒，这类疫苗不会导致疾病，但仍能引发免疫反应。重组蛋白疫苗，使用模拟 COVID-19 病毒的无害蛋白质片段或蛋白质外壳，安全引发免疫反应。病毒载体疫苗，使用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病毒，使其不会致病，但能产生冠状病毒蛋白，以安全引发免疫反应。RNA 和 DNA 疫苗，这是一种使用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 RNA 或 DNA 生成蛋白质的前沿方法。
利用此种蛋白质安全引发免疫反应。对于生活传言的纠正，世界卫生组织公示了日常提醒。我们可以看下你身边的人是否有相关误解，以下内容都是事实叙述，当做生活常识好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不能治愈 COVID-19， 人们在锻炼时不应戴口罩，而是与他人保持至少1米的身体距离。水或游泳不会传播 COVID-19 病毒，但应避开人群，并与他人至少保持1米距离。COVID-19 通过鞋子传播的可能性很小，抗生素不能预防治疗 COVID-19。住院注射抗生素是防止同时感染细菌。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 要求由病毒引起，而不是细菌。不要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口罩一旦变湿就要更换。饮酒并不能保护您免受 COVID-19 侵害，反而可能会带来危害。热扫描仪不能检出 COVID-19， 仅用于甄别发热症状，是预防手段。在身上喷洒漂白剂或其他消毒剂或摄入这类物质，不能保护您免受 COVID-19 的侵害，反而可能造成危险。晒太阳或在高于25摄氏度的温度下，并不能预防 COVID-19。洗热水澡并不能预防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不能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干手器对杀死新型冠状病毒无效，不应使用紫外线灯来消毒手或其他部位皮肤。用生理盐水清洗鼻子不能预防 COVID-19。吃大蒜不能预防 COVID-19。避免染上 COVID-19 的最好方式就是勤洗手，这样可以除去手上可能携带的病毒，而且可以避免随后因碰触眼睛、嘴和鼻子可能发生的感染。希望大家能得到各自有用的信息。又到解密时刻了，大家大概都知道，手臂伤疤是由于接种疫苗形成的，而造成这个伤疤的疫苗叫做卡介苗。能留下印记的疫苗一般只有2种，牛痘疫苗和卡介苗。但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经根除了天花病毒，而我国也在1981年3月取消在全国范围内接种牛痘疫苗，所以大多数80后、90后、00后是没有接种过牛痘疫苗的。卡介苗被誉为出生第一针，主要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卡介苗是减毒活类型疫苗，注射后人体会启动免疫系统攻击，两者相互厮杀一番，在接种部位留下了战绩，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卡疤。这里是高恩说点啥，分享有趣有益的知识和故事，探索未知和更多的可能性。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我是高恩，下期再见。